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觉醒兽语天赋》，我的客户全是毒舌大师故事解说。24岁的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生苏婉，原本过着平淡普通的生活，直到3个月前，一场突发高烧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。病愈后，他解锁了一项无人知晓的特殊能力，能清晰听懂所有动物的心声。那些细碎的吐槽、委屈与诉求，会毫无阻隔、无法屏蔽地钻进他的脑海。起初，苏婉以为高烧损伤了神经，产生了幻觉。可日复一日的经历让他彻底确认，出错的不是他，而是身边这群心思鲜活、满腹吐槽的动物。旁人看不懂的动物隐秘情绪、真实病痛，唯有他能尽数知晓。一场万众瞩目的赛马急救现场，让他的特殊能力首次惊艳众人。赛场之上，身价2300万的冠军纯血马踏雪骤然病危，倒地不起，口吐白沫。全场资深兽医集体会诊后，直接宣判了他的死刑。唯有苏婉听见了踏雪心底不甘又愤怒的嘶吼。踏雪是去年西南赛马锦标赛冠军，是马主周总斥重金引进的核心资产，承载着他大半赛马事业的心血。可此刻的他浑身无力，呼吸衰竭，心率紊乱，体温飙升至41度3，多器官出现连锁衰竭迹象。首席兽医唐医生坦言，手术救治成功率不足5%，全程随时可能猝死，唯一的办法只有安乐死，以此减少他的痛苦。周总满心焦灼，万般不舍，重金恳求医生再行检查，直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活踏雪。但专业兽医们一致判定回天乏术。就在众人默认结果，准备启动安乐流程时，苏婉的脑海里炸开了踏雪的控诉：我根本没有心肺衰竭。踏雪满心愤懑，痛斥所有兽医误诊庸医。是右前蹄的马蹄铁卡了碎石，我硬生生疼了3天。你们全都盯着我的心脏和肺，没人愿意低头看一眼我的蹄子。苏婉瞬间醍醐灌顶。马匹蹄叉布满细密血管与神经，硬物持续挤压会引发极致剧痛，进而触发全身性疼痛应激，出现心率飙升、呼吸急促、高热盗汗等症状，表象与急性心肺衰竭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这才发现，踏雪全程极少活动右前蹄，不是体力透支，而是剧痛难忍，不敢发力。踏雪的哀求声不断传来，他不想死于一场荒唐的误诊，只求有人能低头救下自己。看着奄奄一息的冠军马，苏婉内心剧烈拉扯。他只是马场临时员工，没有正式兽医资格证，人微言轻，贸然出手必会招致非议。可他是世上唯一知晓真相的人，若他袖手旁观，踏雪只能含冤而死。万般纠结后，苏婉毅然迈步上前，他的反常举动瞬间引来全场阻拦，工作人员厉声制止，保安上前拉扯，众人纷纷质问他的身份，怒斥他鲁莽冒险，肆意触碰病危赛马。倒地的踏雪敏锐捕捉到生机，惊喜地询问苏婉是否能听懂自己的声音。苏婉无法言语，无视所有阻拦与呵斥，俯身专注拆解马蹄铁。现场医生接连施压，指责他无证行医，肆意操作，质问他能否承担马匹猝死的后果。面对全员质疑，苏婉始终没有停手。剧痛中的踏雪又急又躁，一边强忍疼痛，一边笨拙指导他操作，吐槽他手法笨拙，敲打无用，直接掰开蹄铁才是最快解法。蹄铁缓缓拆开，真相赫然揭晓。蹄铁内侧布满血渍，一枚拇指大小的尖锐碎石死死嵌在蹄铁与蹄叉之间，尖端深深扎入软组织，周边皮肉早已肿胀发亮。隐患清除的瞬间，奇迹骤然发生。踏雪急促紊乱的呼吸快速平缓，翻白的眼眸恢复清亮，口鼻白沫彻底消失。听诊仪里，杂乱微弱的心跳逐渐平稳有力。短短数十秒，这匹濒临死亡、被判死刑的冠军马打了个响亮的喷嚏，稳稳撑蹄站立，甩了甩鬃毛，仿若从未病危。死里逃生的踏雪瞬间恢复傲娇本性，高调认可苏婉的本事，直言他比一众庸医靠谱100倍，还霸气宣告苏婉是自己的专属医护，叮嘱他日后优先打理自己的马厩，不许沾染其他马匹的气味。得知救自己的人只是马场普通临时工，踏雪满心震惊，难以置信。临时工救活千万病危赛马的事迹迅速席卷整个赛马圈，各类离谱传闻层出不穷。有人说苏婉是名家关门弟子，有人传他家学渊源，世代为医，更有人猜测他精通玄学，一眼断病灶。面对所有吹捧与揣测，苏婉始终淡然沉默。他深知自己能听懂兽语的真相，远比所有传闻都荒诞。一旦曝光，只会被当成精神失常。事发第3天，马主周总亲自驱车登门，豪车迈巴赫停在简陋的马场小院，极致的反差格外醒目。苏婉率先澄清自己无职业资质，并非专业兽医，周总却全然不在意。亲眼见证他的实力后，
直接开出月薪8万的高薪，邀约他入职自己的皇家赛马俱乐部，待遇足以解决生活困境。苏婉当即果断应允。入职顶级马场后，苏婉见识了行业顶配，30亩占地，恒温室内马房，独立隔间，进口木屑，有机燕麦喂养。赛马的生活条件远超他租住的狭小隔断间，可优越的环境并未让他轻松，反而让他备受煎熬。马场数十匹赛马性格迥异，嘴碎话多，每日无数心声同时涌入他的脑海，嘈杂纷乱，无休无止。霸气名字的暗影狂风常年比赛垫底，天天委屈吐槽是骑手体重过高，负重拖累。踏雪整日犀利吐槽，花式对马，一众母马扎堆攀比八卦，互对调侃，无数声音交织，如同同时开启无数个无法关闭的直播间，让苏婉苦不堪言，直言这根本不是天赋恩赐，而是折磨惩罚。入职首周无马匹伤病，苏婉每日巡查马房，倾听授语，排查隐患。赛马们的日常八卦五花八门，吐槽同伴偷吃燕麦、熬夜闹腾，夸赞饲养员手法温柔却发量稀少，抱怨批次燕麦受潮发霉，口感极差。苏婉凭借马匹的吐槽，精准锁定6号库房变质燕麦，及时告知后勤核查处理。后勤老陈满心疑惑，不解他未进库房便知晓问题。苏婉只能以嗅觉灵敏为由搪塞。核实无误后，老陈对他彻底改观，满心佩服。唯独马场的赛马们依旧嘴硬，私下吐槽他的能力只是勉强及格。入职第9天，苏婉迎来全新挑战。房产大亨郑鹤鸣的私人庄园里，阿拉斯加犬大壮突发绝食，整整3日不肯进食。主人接连请来3位兽医，做完血常规、B 超、X 光全套检查，所有指标全部正常，无人能找出病因。抵达庄园后，苏婉瞬间读懂了大壮的满腹委屈。他绝食并非生病，而是重度吃醋，情绪郁结。主人3个月前收养了一条金毛母犬，自此偏爱尽数转移，日日抚摸夸赞金毛，亲密互动，再也不曾亲近陪伴自己7年的大壮。更让大壮憋屈的是，新来的金毛心机十足，偷吃他的狗粮，在他窝边排泄。大壮上前理论，反而会被主人无端训斥不懂事。7年不离不弃的陪伴，抵不过新来3周的金毛。心灰意冷的大壮只能靠绝食博取主人的关注。苏婉无需多查，直接点破症结。大壮身体无任何病症，长期被冷落、被偏袒，情绪抑郁才引发绝食。得知真相的郑鹤鸣满心愧疚，当场向大壮道歉。120斤的阿拉斯加瞬间扑进主人怀里撒娇，摇起久违的尾巴，2分钟后便主动低头进食。看着和好的一人一犬，苏婉心生温暖。可傲娇的大壮却连忙催促他离开，不许外人打扰自己和主人修复感情。此次诊治过后，苏婉的名气彻底打入锦城富人圈层，成了独一无二能破解动物心理疑难杂症的特殊兽医。紧接着，连锁美容院方总慕名而来。他家品相绝佳的布偶猫突发严重全身性掉毛，随手一撸便是满手毛发。2家宠物医院均诊断为应激性脱毛，可居家环境毫无变动，始终找不到应激根源。苏婉刚靠近，就听见布偶猫满心嫌弃的吐槽，嫌弃他身上带着马粪味，炫耀自己刚用800元一瓶的进口沐浴露洗护，格调远超常人。褪去傲娇，猫咪道出掉毛真相，并非生病，而是长期熬夜失眠，身心俱疲。方总每日熬夜看直播，手机全程外放，叫卖声不断，噪音持续到凌晨2点。猫咪作息规律，11点准时入睡，半个月未曾睡过一个安稳觉。他直言自己掉落的不是毛发，是被噪音耗尽的生命力与对这个家的失望。苏婉随即建议方总深夜戴耳机看直播，或是为猫咪打造安静独立的休息空间。方总半信半疑照做。短短1周，布偶猫掉毛问题彻底根治，毛量恢复80%，重回精致优雅的状态。丰厚的感谢费远超苏婉从前1月的工资，让他真切感受到了这份特殊能力的价值。安稳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，更棘手的病例悄然上门。锦城顶尖安康宠物医院的西南第一刀罗正清主动托人联系苏婉，求助一例困扰自己3个月的疑难病例。一只品相优良的非洲灰鹦鹉，长期自残拔毛，胸口羽毛几乎脱光，全套医疗检测指标全部正常，行为学专家会诊也查不出诱因，只能判定为不明心理问题。主人投诉压力极大。这只鹦鹉格外特殊，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心声传递，它能直接开口说人话。初见苏婉，他便主动搭话，询问他是否能听懂自己的心声，还坦言会帮他守住秘密，前提是苏婉要帮自己脱困。在场医护只当是鹦鹉常规模仿人声，并未多想。鹦鹉道出了自残的终极真相，他的心理焦虑
全部来自主人的负面情绪投射。主人每周3会偷偷打开书房保险柜，查看 U 盘里的合伙人违规证据，其中包含做假账、窃取客户资源、转移资产的完整录像。主人常年隐忍不发，独自积压压力，无处宣泄的负面情绪，最终都化作无端怒火，尽数发泄在鹦鹉身上。日复一日的高压氛围包裹，让共情力极强的鹦鹉深陷焦虑，只能靠拔毛缓解内耗。他一边吐槽主人脾气暴躁，一边又满心担忧主人身体，恳求苏婉劝说主人放下执念，不必独自硬扛。苏婉不动声色，向院方给出专业诊断。鹦鹉自残并非自身问题，而是长期接收主人的压抑情绪，引发应激心理障碍。想要根治，必先疏导主人的心理症结。3周后，问题彻底解决。主人在医院的疏导下坦白心结，解开多年心理桎梏，放下执念，心态日渐平和。自此，鹦鹉再也没有出现拔毛自残的行为。主人特意为医院送来锦旗，罗正清深知功劳归于苏婉，苏婉却低调推辞，不愿张扬，只偶尔会因为踏雪的吐槽，悄悄减少他的燕麦投喂，小小报复一番。短短1月，苏婉经手17例各大医院无解的动物疑难杂症，治愈率100%。吃醋绝食的阿拉斯加，失眠掉毛的布偶，情绪内耗自残的鹦鹉，抑郁的金毛，暴食的加菲猫，拆家的柯基，嫌弃沐浴露刺人的萨摩耶。每一个看似怪异的病症背后，都是精准且合理的情绪与环境诱因。它如同能直击人心的判官，靠独一无二的能力，在行业内强势开挂，能力彻底改写了苏婉的人生。月薪8万底薪加高额病例奖金，让他次月收入突破20万。他搬出狭小的隔断间，租下宽敞的观景一室一厅，还给父母寄去5万生活费。生活稳步向好的同时，唯有长辈的催婚让他无奈感慨，听得懂百兽心声，却永远听不懂催婚的逻辑。就在事业步入正轨之际，危机悄然降临。曾被苏婉当众打脸、误诊踏雪的资深兽医汤学儒，彻底将事业受挫、口碑下滑的怨气全部归咎于苏婉。身为行业资深前辈，却被一个无证临时工碾压，沦为整个赛马圈的笑柄。他满心记恨，伺机报复。汤学儒全力深挖苏婉的底细，精准抓住了他的致命短板——无职业兽医资格证，属于行业擦边职业，一旦被举报查实，便是非法行医，足以彻底毁掉他的职业生涯。周总提前察觉风险，再三提醒苏婉多加防备。双方的正面交锋爆发在全市畜牧兽医行业交流会上。周总本意是带苏婉亮相行业圈层，积累人脉，站稳脚跟。可汤学儒早已坐镇会场，蓄势发难。自由提问环节，汤学儒假意恭维苏婉心境走红，天赋出众，随即话锋一转，当众质问他的职业资格证编号，直指他无证行医，违规执业。全场瞬间死寂，所有目光聚焦在苏婉身上，气氛瞬间紧绷。面对全场审视与刻意刁难，苏婉坦然承认自己暂无职业证书。在众人议论声、汤学儒的得意神色中，他冷静拆解行业规则，从容回击。他表明自己的岗位是动物健康顾问，从未开具处方、实施手术、使用药物，仅通过观察动物状态给出养护建议，不属于法定诊疗行为，与非法行医有着本质区别。愿意随时配合主管部门核查。一击破局，进退有度的回应让汤学儒首轮刁难彻底落空。不甘落败的他再度发难，嘲讽苏婉的诊断毫无仪器检测支撑，纯属玄学通灵，哗众取宠，不配谈专业。苏婉字字铿锵，直击要害。当初一众资深兽医依托精密设备与多年经验，武断误诊，差点断送千万赛马性命，而自己只是多看了一眼被众人忽略的细节。所谓专业，从不是依赖设备的刻板判断，而是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敬畏本心的判断。简短有力的回击震慑全场，死寂3秒后，会场掌声雷动。汤学儒颜面尽失，满脸通红，被助手强行拉住才勉强落座，眼底的敌意与不甘丝毫未减。返程途中，周总开怀大笑，盛赞苏婉临场应变绝佳。苏婉却格外清醒，知晓汤学儒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此次落败只会让他变本加厉报复。为帮苏婉稳固地位，周总带来新的重磅订单：云南2000亩生态牧场突发集体病害，300多头奶牛大面积减产，体重骤降，反复腹泻，众多行业专家轮番诊治，全套检测排查，始终找不到病因。一想到数百头奶牛同时发生的嘈杂场面，苏婉头皮发麻，倍感煎熬。可高额酬劳让他无法拒绝，同时他也下定决心补齐短板，尽快考取职业兽医资格证，彻底杜绝被人拿捏把柄的隐患。周总主动承担补习费用，
他却节俭选择9块9的全网课刷题备考。抵达云南牧场后，苏婉瞬间被数百头奶牛杂乱的心声淹没，如同置身300人同步刷屏的弹幕直播间。他耐住性子，层层过滤无效噪音，终于在东区草场锁定关键线索：一头精神萎靡、反刍迟缓的花斑母牛吐露实情。暴雨过后，山脚冲出一条新溪流，水质微咸，口感优于牧场供水。自己和同伴长期饮用，每次喝完都会腹痛腹泻，久久不愈。苏婉立刻溯源核查，溪水看似清澈无杂质，却带着淡淡咸腥味。上游是裸露的矿层岩石，表面布满白色析出结晶。他当即建议送检水质，重点核查矿物质与重金属含量。检测结果印证猜想，溪水铬含量超标4倍，铅含量超标2倍。暴雨冲刷深层矿层，带出重金属污水。奶牛偏爱危险矿物质水源，长期低剂量摄入毒素，最终引发消化系统紊乱，出现腹泻、吊重、减产等集体病症。牧场立刻截断毒溪流，更换全套供水系统。1月后，所有奶牛恢复健康，产奶量回归正常。深耕行业20年的牧场主对苏婉赞不绝口，直言他半日破解了自己数年无解的难题，高薪邀约他担任牧场长期顾问。事后，一头老牛主动上前蹭着苏婉道谢，坦言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明知溪水不适，也只能舍弃铁锈味的常规供水。煎熬3月，终于脱困，还拜托苏婉考证后帮自己排查体内寄生虫。苏婉哭笑不得，感慨自己成了24小时无休、无法屏蔽的动物专属客服。凭借扎实的课班基础与丰富的实战经验，苏婉靠9块9网课刷题，仅用2个月便顺利考取职业兽医资格证，彻底击碎汤学儒无证行医的打压阴谋。正面打压彻底失效，汤学儒依旧不肯收手，转而联合安康宠物医院合伙人蒋明远，谋划迂回算计。商人出身的蒋明远忌惮周总实力，不愿直接撕破脸，便精心策划全市兽医技能公开赛，以行业交流、技术比拼为幌子，实则公开验证苏婉的真实水平。业内一直充斥着对苏婉的质疑，认为她的成功全靠运气、炒作与幕后助力。所有案例无公开过程，仅有结果。汤、蒋二人意图借公开赛事定胜负，苏婉赢则彻底站稳脚跟。一旦落败，多年积累的名气口碑尽数崩塌，彻底被行业淘汰。周总深知赛场舆论凶险，容错率极低，担心苏婉根基未稳，贸然失利断送职业生涯，主动劝他放弃参赛。但苏婉果断应战，他早已厌倦无休止的刁难与质疑，唯有一场公开完胜，才能彻底终结纷争，换来长久清静。比赛当天，32名资深职业兽医同台竞技，12人晋级实操决赛。汤学儒坐镇评审席，手握打分话语权，全程紧盯苏婉的赛场表现。赛事规则严苛，选手现场抽签确诊疑难病例，限时30分钟完成诊断，由专家团综合打分。苏婉抽中7号病例，一只外表健康活泼、无任何异常的边境牧羊犬，患有间歇性不明原因呕吐，多次就医排查无果，是业内公认的疑难杂症。按照传统诊疗流程，30分钟根本无法完成全方位排查。苏婉俯身轻抚边牧，瞬间读懂他的心声。在边牧的主动诉说下，核心症结瞬间明朗。主人每晚强行投喂1粒苦涩白色药片，自称补脑鱼油，可狗狗每次吃完都会胃部刺痛，反复呕吐。药片来自蓝色药瓶，与主人的红色瓶装药物完全不同。结合症状与线索，苏婉快速调取犬主资料，精准锁定病因。犬主患有甲亢，长期服用蓝色包装的甲硫咪唑，这款人类专用药物，狗狗误食后会持续刺激肠胃，引发间歇性反复呕吐，正是久治不愈的核心根源。全场耗时最短，诊断最精准。苏婉仅凭一己之力，秒杀一众资深专家，在万众瞩目下，交出了一份无可辩驳的完美答卷，彻底颠覆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。